侦撤！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是。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什么？你要走？是啊。 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云队长，林娜说的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好，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云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呀。 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是啊，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哎，韦抽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嗯。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子，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队副，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对呀，起什么哄啊？犒劳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回去。怎么样，老伙计？到家了，急切吗？一别10年，终于打回来了。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嘘，看到了吗？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道多，越向纵深越少。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1个团的建制。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好。 叶洪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盗书？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盗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啊。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 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是。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机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嚯，越说越夸张了。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那太好了。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是啊，东北沦陷，晋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就是。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琳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银声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呀！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10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交，兵要占至最后一人。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交，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呀，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呐，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呀，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暧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琳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呀？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
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好了，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洪开呀，你还好吧？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筹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啊，他真的是特务？冯伟筹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卫区司令陈长捷，其次就是监视我们。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哦，有这样的事情？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我没有啊，我只是……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哦，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琳娜崇拜他也很正常。呀，冯伟筹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琳娜了。是啊，我明白。琳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参谋长，传达叶4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2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要武能武，要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301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结果怎么样？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是啊。首长，收报时间到了。好，走。好。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哎呀，哎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呦，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呀！哎呦！这是酒吧？这是？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不要以为住进叶洪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明白。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队长，电报怎么说？你能等我看完吗？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好，你内行，你快看吧。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好，行，那你接着说。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洪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打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哎，怎么了？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有这么玄乎吗？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哎呀，高兴早了。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好，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好，太好了。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开戏园子？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哎，到了您了，接着就是北马路。不用找了。哎，谢谢大哥。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嗨，您不是天津人吗？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嘿，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来？跑都来不及，你还回来？啊，没辙啊，这不是有事儿要办吗？哎，我跟你说啊，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你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这路给这老百姓都给轰走了。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往哪儿说理去？好，多谢兄弟。得了，您慢慢逛啊，我先走了。干什么呢？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哦，是是，啊。
先生，你找谁？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是我。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啊，蔡书记在吗？在正房等你呢。啊，来这边。这样。叶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今天上午刚到。啊，快请坐。啊。叶营长是哪里人呢？啊，我就是天津人。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10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叶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哦，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节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4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捷本人手里；另外2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叶洪开没有吗？叶洪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10倍，甚至成100倍的增加。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布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时，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哦，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布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布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
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这方面我训练有素。这是什么意思啊？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什么奇招？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好。琳娜，嘿，美琪，是你啊！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是不是在想冯文朗？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儿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儿吧？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为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地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让他去死。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你真想知道？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哎呦，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你一定要注意。队长回来了。二勇，到门口守着点。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洪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据蔡书记说，这2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捷外，
另外2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你看看，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谁打退堂鼓了？你呀。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我有那么落后吗？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打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1个营啊！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1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1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告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洪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2份文件，要从谁下手？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等见到他再说吧。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陈长捷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是啊，剩下的只有冯伟筹和段志宏了。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伟筹了。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啊？你想一想，冯伟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筹的为人了。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一肚子坏水。因此，要想从冯伟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啊，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不认识。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打喘气儿？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你的意思是，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洪开的事呢？你是说打袁文才？哼，你终于明白了。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那要看怎么打了。哎呀，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不行，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什么叫抽签儿？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呀，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儿，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不叫自残吗？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说对了。袁文才是杂布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找回面子的办法。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相信我，我了解他们。哎，叶洪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洪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洪开的手中。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2层都是叶洪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2层东头的套房中。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洪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洪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2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有道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今天晚上叶红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今夜就动手。迟则生变。进来。队长，司副官来了。请他进来。司副官，请进吧。云队长，高队副，师长吩咐领了2套新军服，请2位晚宴时穿，不知2位是不是合身？谢谢。里边请。里边请。小姐你好。是啊，回来了，这一切呀，对，都过去了。爸爸，奶奶，你先聊，我先过去。好。叶伯伯，奶奶。美琪来了。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这就是叶师长的千金琳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听说冯福斯的公子与她恋爱，2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是啊，高师长好。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叶伯伯，您忙。娘，我去了。去吧。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去吧。走。小姐，来。之前办这事真不错，跟你说这事儿可……哟，叶小姐，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你好。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好，您好。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来了，云队长，高队副。小姐，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琳娜。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是琳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5大3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琳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不知道琳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10个鬼子都杀死。哎切，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你跟他谈起过我？没有啊，我真没有。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说什么呢？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1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1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看来琳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你说谁是谁的情人呢？什么呢你？哎，你打我！再敢说我打你了！你打我！再敢打我！再敢说我撕烂你的嘴！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什么花香？桃花的香啊！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说话也不嫌牙碜。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我不就一比方嘛。你比方点好的不行？魏仇兄，洪开兄，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闭嘴！琳娜，冯伯伯好。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好，文朗过来吧。好。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此事宜早不宜迟啊。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调到北平去了。里边请。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捷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调到北平，不会没有用意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当然知道。你好，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2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恶，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3令5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100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坐。哎，请。哎呀，上次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借一步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都安排好了。放心吧，1个星期以后交货。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
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什么意思？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剑明。什么？是他？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剑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什么？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剑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剑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义，就该直接干掉他。唉，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这个假的云剑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洪开那关就过不了。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但是叶洪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别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往南方。那叶洪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有国，有远有近。叶洪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呀。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包在我身上，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剑明。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我们有真的云剑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刚来，哎，真巧啊！来，坐。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呢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让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悠着点，就是敌人的，命是自己。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上一截，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别说了，疯了吧？云队长，高大夫。冯参议，冯参议，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久仰。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不敢，黄处长过奖了。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
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瀛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这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林队长。只是这不太好意思。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那就多谢了。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好说啊！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美琪，陪我过来一下。你这身军装好看呀。那就这么定了。好。文朗。哦，琳娜。你们在说什么？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瀛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销骨立。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呢，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的不好意思了。美琪小姐言重了。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1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这当然也是实情。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却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哎呀，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呐，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我们也是。哎，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哎呀，这我们还有，头几回几百败兵把登瀛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吧？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好了，美琪，你少说2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
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你这个人呐，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哦，什么事啊？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一桩啊！美琪小姐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是。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冯参议请便。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哎，好。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随你。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2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文朗。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下去吧。是。云老弟啊，郭大哥，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好了，暂时住在叶师长家里。不是暂时，就住在这里。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不说我把你当养了卖了。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还有捧臭脚的，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哎，这是我的荣幸。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真没准儿。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吗？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301师。扩编一个团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王处长，吃好喝好，一会儿一起喝啊！好，走吧。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2人之外，没有第3个人知道。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她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她一起干掉。哦，怎么干？车祸。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是，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请大家就坐。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好，请。大家都请坐吧。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真黏，你才黏，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真是个怪人。哎，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那我们过去了。好。刚刚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了，容易惹祸上身。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他和那个黄云龙一郎一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一定得多长个心眼。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到出城防工事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诸位，请安静，听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来，大家坐吧，请坐。好，来坐。来，敬几位一杯。各位，干了啊！兄弟，我跟你说啊，高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你。来，干了！好，干了啊！干了啊！哎，好啊，郭大哥。哎呀，再倒一杯，来。哎，好兄弟，咱这来干一个。来，郭大哥。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是，你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哎，绝不能让我们吃亏。对，哎，你们看，都他娘的喝够了。
我去跟他们喝2杯，拼个高下。好，高进，扶着郭大。慢点，慢点。队长，叶师长来了。来，敬你一杯。